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今天咱们继续边走边聊。今天聊一个在时下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高考啊。高考是6月的7、8、9 3天啊举行的。我主要想聊一下，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高考呢？为之疯狂啊，为之憔悴，为之焦虑不安啊！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高考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以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的重视啊？比如说，在高考还没开始的前几天，小区的这个物业群里就贴出通知了，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高考的孩子们啊顺利的复习等等，安心的复习等等，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小区里从比如说上个星期五开始啊，就说不准大家装修，然后大家也能默默接受这个事实啊，不准装修都是为了孩子们嘛，对不对？而且高考那一天呢，就是警察会把学校周边给封起来，不让车通过啊，怕出现这种汽车鸣喇叭的噪音啊等等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啊。而且每年都会出1、2个新闻啊，有些孩子他可能忘了带这个准考证了，警察就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车带他回去取，就说明在中国整个民间呢，对高考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或许你还是第一回听说哦，原来在中国高考这么重要啊！高考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啊。中国人有点这个一考定生死的感觉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记得国外的很多学校，比如上大学是有很多机会的，去不同的学校参加不同的考试。但中国的孩子们基本上这个高考啊，考完之后分数线下来之后，可以填志愿啊，填上哪里啊，然后被录取了算是哪里啊。当然有好几个机会，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分为第1志愿、第2志愿、第3志愿啊。现在可能有一些区别了啊，毕竟我已经是39岁的人，还是有些肯定是有些区别。但是高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啊，还是这个对于孩子们，就是整个学生生涯里头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考砸了，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复读啊，第2年再来考一次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中国人的这个血液里流淌吧，就考试啊。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种公平啊。虽然说高考它肯定会带来很多不公平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有关系人家的孩子，有背景人家的孩子啊，他可能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取得对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的一个碾压的优势啊。比如说这2天就爆出一个事件，就是这2年有一个女演员呢开始火起来了啊，有名起来了。她演了这个《封神榜》的第2部，叫纳尔纳西，应该是一个蒙古族的姑娘啊。她今年高考的时候也给考生们在微博上祝愿，后来结果被扒出来，她当时啊参加高考上大学是采用了一些手段，就家里采用了一些手段，让她获取了一些优势，甚至可以说让她占用了一些普通的或者贫困家庭出生孩子的一些名额。所以这个在网上还是引起了一定的，不能说轩然大波吧，一定的涟漪啊。所以可见中国人对高考这个事情呢非常重视，特别注重公平。对公平这个才是高考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就全国有这么多孩子，每年有几千万吧，应该有，都参加高考。那我们只能找到一个相对整体上对大家最公平的那么一个方式了，那就是考试，对不对？这个和中国历来的这个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我之前也说过，在科举制度之前，
它其实有2种制度，一种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啊，你曾经是贵族，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当官了，或者说当时是你有名气，当地的这些有名的人可以推荐你去当官啊。其实这个路径呢，就把很多人锁死了，就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后来科举制度出现了，它确实给了平民家庭的老百姓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当然他们会更忠于皇帝，那是真的啊。但是这个机会确实相对而言是公平的。但是演化到后期，肯定会有各种利益集团呐，甚至说有些人是书香门第啊。所谓的书香门第，它更多不就是资源一直把握在手里嘛？越到后期，这种优势资源啊等等都被一些人给把握住了，对不对？其实现在高考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越是家里有这个资源的、有钱的这些孩子，他能得到更多的资源，他可能就能考上更好的大学。其实之前看一些说法，就是在几十年前的话，学校里头整体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比例还是挺大的，现在慢慢的变少了。特别是前几年这个教培行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其实这很多教培行业它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考上好大学嘛，所以他们可以给孩子们不断去刷那些固定的题型，对不对？不断去练，最终导致了就是一些没有机会参加这些教培机构的学习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他就被刷下去了，没有机会。这当然是带来社会的不公平感啊。同时最重要的就是为国家带来一些损失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但天赋很好的孩子，他可能因为没有这种机会就被刷下去了，没有机会爬到更上面一些，为国家科技发展啊等等出力，对不对？所以现在中国政府不是也出台这个首先取缔教培行业这么一个政策啊，让更多孩子相对而言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但是说你说完全的公平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完全公平的一个事情，只能说是相对公平啊。所以公平这个理念，其实我也说过，是深入中国人的骨血里头的啊。中国人特别注重公平啊，所以要是有些东西啊，在整个社会里头大家不是那么在意，但假如在公众层面上被爆出来的话，大家肯定会义愤填膺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啊。这就是一点啊，这是一点，这是大家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高考。第一点就是相对的公平性啊，毕竟全国有这么多孩子呢啊，这个是能找到一个折中的最优解的啊。对，第二点其实就是整体中国的父母也挺焦虑的，我觉得中国的父母焦虑的程度呢，就是基本上从小就开始了。我之前聊过很多这种鸡娃的这种政策，对不对？不能说政策，鸡娃这种父母的一些行为啊，就是可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吧。越是那种就是掌握了更多资源的人，越鸡娃，给孩子们其实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从幼儿园就开始，那个时候就拼就是学习英语啊等等，背古诗啊等等啊。小年纪的话，其实已经过载了，就学习了太多东西啊。这所有东西呢，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啊，这些父母们是能看到成绩的啊。比如说成绩一直往上走，对不对？但是这个行为它其实有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中国人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成语叫拔苗助长啊。你禾苗它是慢慢长的，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嫌它长得慢，那你就拔苗，把这个禾苗拉长一些，拔高一些。那禾苗确实长得好看，确实长得高，但是对于禾苗
本身而言，他可能就死了。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比例确实非常非常高啊！孩子们在高压政策下，真的生活得很辛苦。但是我是觉得有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氛围，必然带来孩子们不得不去这样做，必然带来父母不得不焦虑。虽然现在整体国家的这些政策会希望孩子们会能更轻松的去面对学习这个事情，学习它毕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虽然说来好像高考就是定终身的这种感觉，但其实啊，这个我可以验证一下，我毕竟是高考过来的人呢。高考之后还有大学，其实很多孩子们就是因为在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太苦了，被压榨的太惨了，到大学之后基本上就放飞自我了，对，也没有学习的动力了，而且这个时候基本上大学都是离父母比较远了，终于脱离了这个管束，对不对？很多人就其实也就完全找不到该怎么去做了，这是一个很大一部分的这么一个比例。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大学4年唯一的一个收获就是找了一个女朋友，现在变成我老婆，这基本上是我唯一的收获。我觉得蹉跎了几年的时光啊，好像也没什么收获。记得那天我看有一个演讲啊，挺厉害的一个人，叫雷军，对不对？小米的那个创始人，他说其实在大学对他而言当时最有意义的就是他有一次听一次演讲，一个老教授说，其实你们在大学也学不了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学习的方法。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吧。人生的路非常长，这是我们可能80%的人出到社会之后做的工作呢，其实和自己在大学学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这样反推回来，其实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它又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现在其实也越来越多的例子证明啊，你未必上了好的大学就一定有好出息，就一定会有很好的人生。比如说春节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特别火，哪吒2，对，它已经做到全球影史第4了还是怎么样啊，100多亿啊人民币啊。他的这个导演也很传奇啊，他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医学还是怎么样，后来中途退学了，又没有兴趣学自己做这个动画，自学动画，在家就是靠着父母养他，最后出来了。其实说实话，他读的是大学也是很一般的大学。然后今年特别火的吧，泡泡玛特那个拉布布是吗？这个特别火的，我都忘记他名字叫什么，因为我没有特别了解过。这个潮玩特别火，直接把他创始人变成了整个河南省的首富，年轻人啊，比我小1岁，而且他上的大学也不是985、211，好像还是一个民办的2本的学校。所以你说高考它重要吧？也重要，高考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么一个渠道，让大家有机会去接触更好的资源、更好的老师、更好的环境，其实打开了一个视野，让你从一个地方出去，然后可能还结识一生的朋友，也可能啊。但其实它真的又完全那么重要吗？它也未必。它其实这个重要性啊，我觉得是在很多父母的眼里啊，让它和中国古代这个科举制度等同起来了。对，所以有些文化的这个观念，它会剪不断理还乱的啊，就是你感觉它已经断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大家眼里好像还是一个样子啊。中国人会觉得，比如说有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所以很多孩子在家里也不用干活，什么也不用干啊，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因为在古代，你读书真的读出来，科举考上了，你就是当官的，对不对？你就能赚钱了，可以这样说。那现在读上
考上好大学呢，未必如此啊。你出来之后，还是要找工作，而且现在有些行业它不是很景气。我老婆或者说她的一个好朋友、好闺蜜啊，他们公司现在非常的不景气，但他们公司里有非常多的这个985、211的这些就一流大学的这些学生们，其实也就那个样子。其实真正等到你走到社会上之后，你会发现，你读什么大学好像并不是特别重要。还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个雷军说的话，其实你在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学会如何学习，因为在你人生的后半程，就是上完大学之后的后半程啊，从学校里出来，从象牙塔里出来之后，你要终身学习，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吸收新的知识，这样对你整个人生才有不断的影响，才能让你的人生不断往上攀升啊！这个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我以前是学英语的，现在我在做中文老师。我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断的在学习，因为现在 AI 出来了，我也在学习 AI， 我也在上小班课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断去学习，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这样其实成长更快啊。好了，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如果你想就是看更深入的一些话题啊，可以加入我的这个配群会员啊，每周会做一个额外的视频啊。比如的话，这个星期我可能会聊一下，中国父母真的那么可怕吗？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刻板印象啊。好的，那么再见了，下周再见。